哎呀，不要去岘港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不留在岘港？我得先说，岘港真的蠻讚的。但是我們就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目前我們在越南，每天待在隨便一個飯店，或者是 hostel， 或者是就是能住的地方，這樣我們一天大概就是花20萬，一個月就是600萬。如果你們有在2026年到達岘港，特別是想要租1個月房間的人，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價格。你要包含水電網這些加起來有600萬以內的話，事實上不常見。我們常常見到很多房間，他們是水電不包，或者是碰到外國人會有外國人規費。這個東西我完全可以理解。就算你看得到300萬、400萬的房間 ，Yo bro, how are you going? Yeah, she's not my wife. Oh, she's there. Want to say hello? She doesn't want to marry me. I'm too poor. Yeah, of course. 面對預算的考量，在我們面前我們有2個選項。第一個選項是在岘港待1個月，價格可能會超過600萬，然後你可以好好的去了解岘港。岘港這邊事實上很方便，它事實上要有什麼有什麼，英文也非常的友善，那邊的人也會講英文。那另外一個選項，則是我們可以慢慢的往下走，然後每個地方待一待，結果還會比600萬還要便宜一點，最後選擇一個房價比較便宜的城市待着。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我們在這邊講着就是我們選擇第2個選項的故事。那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達賴，那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地方呢？非常的簡單，就是因為房價便宜。這個地方也是蠻神奇的，因為它在海拔比較高的地方，所以現在是6月的越南，照理來說應該是熱到爆炸的日子。然後我還可以就是這樣很輕鬆的在中午的時間，然後大太陽底下給你們講一些543這樣。至於選擇第2個選項，看得到什麼樣的東西，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It's really it's fixed. This got ABC, ABS. Of course, that's a new one. 知道什麼是鴨仔蛋？就是裡面有一隻鴨子。哇，真的有一隻鴨子。好惡心哦！我繼續看嗎？我不要！哎，你可以看得到它如何從一顆蛋變成一隻鴨子，但是它還沒有完全形成。找到了，頭在這裡，是鴨頭。這麼小，它的頭長出來了，非常非常的有趣。蝸牛飯卷，蝸牛飯卷，豬肉，豬肉來的。哎，多少錢？17萬。17萬，一個晚上，比惠安的那個 hostel 還要便宜。一樣的價錢，甚至更便宜。跑到南邊一點點就變這樣了。太扯了！哇，風景還很好，你看，哇，真讚！從那個岘港以南這樣走海邊，然後那個海邊都是那種沙丘，這邊的路都狀況事實上都還不錯。除了如果你不相信 Google Map 的話，有海，有沙子，車子下不去，在這邊就好了。阿拉伯人 Hello。Hello， 拜拜，再見，再見，哇，入住新飯店 ，Hello， 來看一下浴室，開水。We are here. I'm from here. 台灣。Come travel， 大概一個城市玩1週吧。然後每天早上就會在路邊攤去買個咖啡啊，然後買個法棍之類的。通常這2個加起來，越南盾不會超過35。我自己喜歡去的地方是那種可能鑽進小巷子裡面啊，然後或者是在路邊，就是沒有人在的那種小店。我發現那些小店比較便宜，可
可能不見得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你看这個甘蔗汁在越南到處都是，他們大概就是這樣直接弄甘蔗，然後呢甘蔗也是很扯啦，就這麼多全部都是他們到時候要拿來榨汁甘蔗，他們在等人，等小朋友下課。看這個阿嬤停在路中間，她跟我們一樣在想要吃哪一間當晚餐。這裡有一間，那裡有一間，後面有一間，然後這裡旁邊有一間。哦，他決定要吃蝦餅了。停車就停得跟 local 一樣，看多 local。然後為什麼要停在這裡？因為這裡有海呀、啊，冰棒，然後飲料，然後隔壁就是常見的超商，是超商哦。然後對面就是海。好，簡單解釋一下，就是歸仁這邊很讚，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被低估的城鎮。物價都還算蠻便宜的，但是呢，我們有聽說就是下面的幾個城鎮好像也都蠻讚的，所以這邊待個3-4天以後，我們就決定繼續往下走。還行嗎？啊，是海欸！加油咯！好，我們在哪裡？哇，都好吵哦！你要走，好，反正我們在那個芽莊跟那個歸仁中間的一個小城市。我之前在歸仁還會看到一點點外國人，特別是在超市裡面，但是這邊就真的都沒有，該有的一些基礎設施都有。只要我看到 JDB。就代表說這個地方還不錯，這邊的物價真的超便宜。我們現在在等那個芒果汁。你為什麼要拍到我的小號？這裡有芒果汁，然後15塊，台幣15塊，好便宜哦。芒果冰沙。哦，芒果冰沙，不好意思，是芒果冰沙，不是芒果汁，真的芒果。哦，我們發現這個城鎮啊，它這邊很多吃的。然後他們那些吃的東西，每家店只有賣一樣菜，小份、鬆份跟特大份這樣。對，它剛好送過來，長這樣。這個是什麼？豬肝粥。豬肝粥。我們每次點餐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跟他講說我們要什麼，因為他們很多人看不懂翻譯。這邊的人叫咖啡很好玩，他們叫咖啡幾乎都不用點，就是過來就是看一下，可能試一下這樣。然後就坐在旁邊這樣坐着，然後那個咖啡小販他就知道他要喝什麼。你看多便宜啊！這咖啡才12K 而已，就是我在那個其他地方看到的那個咖啡啊，很多大城市的都20幾了，很明顯就是價錢大概就差了1倍這樣。那裡有20塊的一鍋那個米苔目，然後2個這樣。那一間賣 taco， 我沒有想到越南會賣 taco。真的是 taco， 這種地方會賣 taco， 耶，在越南吃 taco， 越南的 taco 長這樣，這個根本不是 taco。Mira chicos, dependientes no taco, pero es taco de Vietnam。有一條河，這條河看起來很越南。好啦，這個事實上主要是那個越南漁民的漁船啦，只是後來被觀光化之後，它就被成一直轉圈圈的船，所以常常在漁港都看得到。這家飯店很奇怪，因為我們住了2晚，然後他要我們就是5點入住以後，然後隔天11點要再搬出去，然後下午5點才能再進來，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想辦法退費。我們沒有越南的電話號碼，我們是買網卡。我們沒辦法打電話客服，然後我們就請那個櫃檯人員協助。櫃檯人員不可能，這個城市就是一個 nothing special 的城市，但對我來說，事實上這樣就夠了。一個城市生活，我覺得最重要的點就是物價還便宜啊，然後生活
生活方便，然後這邊大概騎車5分鐘就到海了，那海也都很乾淨，然後這邊的人也都很好。那要不要講一下你覺得在這裡這個城市的感覺？火车站。有一個海灘，海灘有一艘船漏油。Okay. Thank you. Fre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事實上，在越南打那個充氣是要錢的啦，只是這邊的人很好，他不收錢。打氣5000塊。至少網絡上是這麼說的。好多車哦，你看有彩虹誒。到芽莊了，飯店之城，都是飯店，全部都是飯店。我們也在飯店裡面，那這個飯店比 hostel 還要便宜，很棒的飯店。hostel 太貴了。嗯，現在在記錄收拾行李的倉鼠。最後一天在芽莊了，芽莊這個地方很讚，非常的觀光化，然後非常非常的方便，要有什麼有什麼。跟首些的大城市比起來，這邊的物價也算是便宜，但是因為我們走了很多小城市，跟那些城市比起來，這邊的物價就比較貴。就是因為廢話這麼多，所以才普遍要30幾分鐘。那应该是芽莊了，非常非常遠。怪手司機要自己加油哎，好可憐哦。穿外套了，好冷哦。好了，來打雷的第一天，然後今天有差不多6到7間房要看，因為打算在這邊待1個月。那為什麼會選擇要在這邊待一段時間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邊的房價非常便宜，比岘港便宜了1半嘛。今天要幹嘛？要看房子。No, we have to. Oh, I just want one room. Oh, okay. Yeah. Hello， 这是用英文字寫的書法。啊。對啊，這裡有一台鋼琴。不是，這是床鋪哎。哦，對面啊，對啊，剛才那個風景。臉盤可以給你洗衣服。臉盆哦。哦，可以洗衣服哎，準備地方曬，可能有廚房沒有餐具這樣。來。嗯。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哎，反正這個就是只能給1個人住。這個房間感覺怎麼樣？你看到這個，你覺得感覺怎麼樣？就是 AI 的照片跟這個多少錢來着？400萬啊。這個上另外一家要600萬啊。哦，這家比較便宜這樣。對啊。嗯。好多地方的坡都這麼陡。第一個是可能要設個房門。對，原來在打遊戲。走的路。Right, raise your hand. Good job, good job. OK。
Oh, maybe not. Maybe not good. Get down. Thank you. 还有。热茶哦。太冷了。姜茶哎。姜茶。打雷没有冷气这件事情，你有什麼看法？不需要冷氣。現在是6月，然後接近夏天了，然後在越南，然後很冷。那缺點大概是，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冷的人，你可能對這個城市會不太喜歡，因為現在是夏天，但是這邊的溫度大概是，我體感應該23度上下，晚上會更冷。越南，然後是夏天呢，每個人都是長袖長褲的。這是打雷的路邊，然後你看這間店，那幫你翻譯一下，白色的牌子是豆漿，那這個豆漿是熱的。better 你看這間把棍，他剛才開店，那現在已經早上快8點了。換作是那個越南其他地方，應該早上5、6點就開店了。好，現在來看看是誰在越南練機車了。反正大概就是這樣了。最後決定在這個小區裡面待着，我們自己覺得蠻划算的，因為這邊就很安靜，然後附近食物都很便宜，比如說那種路邊會有一些咖啡店，然後就可以在那邊好好的休息這樣。有些小朋友會在馬路中間踢皮球啊，然後練走路啊，騎腳踏車，就是一個小社區的概念。我們住的地方1個月大概價錢就是像這樣，我自己也覺得蠻划算的，有可能是因為在越南的淡季的關係。那你可以看，就是小區大概就是長這樣，這樣蠻單純的，道路品質也沒有說到非常好，但是也不差。重點是這邊就是一整天都很安靜，然後我們住的地方在那邊，樓上就是我們住的，然後有一個巨大的陽台，然後非常好的採光，那我們自己很開心的。你雖然看到有陽光，但是你看我自己事實上是穿着外套，就是很難想象在越南會有這麼冷的天氣。那這邊的天氣狀況大概就像是那種歐洲的夏天一樣，然後一樣蚊子也沒有到非常多，所以我自己覺得還不錯。